他是晚唐毒舌大师，也是诗红人不红的名句制造机。你可能不知道他的名字，但一定听过他那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明日愁来明日愁。他就是大唐高考钉子户罗隐。如果要问大唐最丑最倒霉的诗人是谁，那非罗隐莫属，史书盖章。他冒古而录，也就是丑出考古价值。他自己也调侃自己说，未能残面黑，只是恨头方。他参加了10多次进士考试，全部铩羽而归，史称时尚不第。但就是这样一位最丑最倒霉的唐代诗人，却写了一首最旷达的诗作，成为如今朋友圈的金句。这首诗就是罗隐的自遣，得即高歌诗即休，多愁多恨意悠悠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明日愁来明日愁。可是写这首诗的罗隐，人生却是灰暗无比的。罗隐原名罗衡，字昭建，公元833年，出生于浙江杭州的一个寒儒之家。虽说家境不富裕，可他的脑子却灵光得很，10几岁就能出口成诗。唐才子传说他少英敏，善属文，诗笔尤俊拔。他和同族的罗球、罗烨被人称作三罗，是当地最耀眼的少年才俊。他自己也觉得金榜题名只是时间问题。26岁，罗隐第一次进京赶考，一路上他满心都是高中后封侯拜相的画面，结果榜上无名。换个人也许考个2、3次就灰心了，可罗隐不信邪，他觉得这只是暂时的运气不好，于是继续赶考，拜谒权贵。然而现实很快给他当头一棒。白闽中，灵湖这些朝廷大佬见过他，夸才华是夸了，但没人愿意帮他。10年下来，他依然没考中，甚至还被困在长安，饥寒交迫。因此，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罗隐。科举不仅考才学，更靠人脉与运气。唐末政局腐败，科场黑幕重重，买官卖官早已不是秘密。罗隐的才华虽高，却无人引荐，一次次落地，让他的心中生出冷硬的刺。他曾在诗中写道：“采得百花成蜜后，为谁辛苦为谁甜。”这是小学课本中风里的句子，看似写风，实则写诗人寒窗苦读10年，拼命为朝廷做事，最终甜头却落在权贵口中。长安的春天杏花盛开，士子们在曲江宴饮庆贺金榜，而罗隐只能躲在破旧的客栈里喝闷酒。他开始意识到这个制度并不公平。落榜之后，他并未马上放弃，而是辗转于各地幕府，曾在湖南观察使于归手下任衡阳主簿，又到润州投奔镇海军节度使周保。但他性格太直，见不得虚伪，一言不合就拍屁股走人。到后来，他明白了自己长得不出众，脾气又倔，文章锋利得罪人，这种人想靠科举上位无异于登天。于是他放弃了科举，转而投向幕府谋职，边漂泊边写诗。公元875年，黄巢起义席卷而来，长安沦陷，江南成了相对安稳的避难地。罗隐在池州九华山隐居多年，这段日子反而是他诗歌创作的高峰期。他写下西诗驳斥红颜祸水论，家国兴亡自有时，无人何苦怨西施。他借美人洗刷千年的污名，实际上是在批判统治者推卸责任的伎俩。还有仇笔意，他站在诸葛亮就地感慨：时来天地皆同力，运去英雄不自由，乱世的无情，英雄的无奈，全在这2句里。他也会自嘲，比如老友云英见他10年还没中进士，就玩味地问：罗秀才还没考中啊？罗隐见他10年仍孑然一身，万千感慨下笑着回了首诗赠寄云英。钟灵醉别时余春，重见云英掌上身。我未成明清未嫁，可能句式不如人。表面风轻云淡，心里却想刀割。55岁那年，他投奔杭州刺史钱官。这位掌握江南实权的人物，既识人也惜才，让他当镇海军长书记，著作佐郎，大事小事都让他操笔。从此，罗隐的才华终于有了用武之地。相传一次上表谢恩，原稿吹嘘浙西富庶，罗隐摇头，这样写会让朝廷加重赋税。他改成天寒而麋鹿常游，日暮而牛羊不下。这看似是一句含蓄的诗句，实则是为当地百姓争取喘息之机，既不招朝廷眼红，又显得文采斐然，
从此钱 Dent 对他更是倚重。更重要的是，钱堆给了他一种心理安全感，在这里，他可以当一个有尊严的文人，被需要、被尊重，同时不用为功名奔波。这种状态对一个常年被拒绝的灵魂而言，无疑是疗愈。这段时间，罗隐的人生开始转向，他从一个满腔怨愤的饥客，变成一个动手理政的地方官。他推行盐铁管理，修治水利，稳定赋税，在政务上表现出与诗歌中完全不同的务实一面。那些曾经在长安无人问津的才华，此刻在杭州钱塘得以施展。他明白，刀剑的锋利不如水流的绵长。公元907年，朱温篡位，唐朝更替，天下风云骤变。朱温召罗隐入朝任职，但罗隐坚决不往。他深知篡位之恶，不愿为这样的政权做注脚，也不愿让自己的文章成为篡权者的粉饰工具。他甚至劝说钱屯出兵讨伐朱温，尽管没有奏效，但这份直面权力的勇气与操守，成为他为数不多的赤诚与从容之一。这是他的政治立场，不苟且，不投降，不为权力压低自我。这样的坚守，在动荡的晚唐尤其难能可贵。罗隐的诗几乎全部是抗争和奋击之谈。鲁迅如此评价他的小品文禅书，他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来自科举诗意，也来自他亲眼见到的民生疾苦。他关心底层劳动者，风是他们的代言，他替女性辩护。西施让无数读书人反思历史的偏见，他敢揭露皇帝荒唐，弄侯人赐朱藤子。一句话就让人看到晚唐帝王的昏庸，宁愿赏侯穿朱衣，也不肯用贤才治天下。官场之外，他仍旧保持着浪子的洒脱。他曾写“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明日愁来明日愁”，这不是彻底的放浪，而是对命运的调侃。他看透了世事，学会用笑来冲淡心中的不甘。晚年的罗隐生活在钱屯的庇护之下，虽不能左右天下大事，却能安然写诗著书，理政。他的形象既是嘲讽官场的饥客，也是体恤百姓的良吏。民间流传着圣贤嘴的故事，说玉帝给他换了仙骨，只留牙床骨，所以他说的话总能成真。还有罗隐赌和天降面粉等带有神话色彩的传说，让这位诗人多了几分传奇。他相貌不佳，据说因此错过了宰相的女儿。这段轶事更增添了他人生的讽刺意味，才华横溢，却总被外物阻隔。公元910年，罗隐在杭州去世，享年77岁。罗隐的一生是晚唐科举制度悲剧的缩影。时尚不第让他看清了制度的虚伪，乱世漂泊让他懂得了理想与现实的落差。钱滩的庇护让他学会了在夹缝中施展才华。其实摊开来看，很多人的人生都是千疮百孔的，就像罗隐，如果那么多坏的都经历过了，接下来我还怕什么呢？今天读罗隐，我们不只是读一个诗人的人生，而是在他身上看到，即便时代不公，依然可以用文字、用人格留下锋利的痕迹。在社交媒体快速消费的时代，我们常把一切成败用成功来衡量。罗隐提醒我们，有些价值在一时看不见，但在时间的天平上会越来越重。他没有官方的高位，但他用文字和良知赢得了后世的敬重。这本身就是一种穿越时空的胜利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我的频道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